为什么老有人说安卓拍视频打不过苹果？为什么博主手里基本上都拿着台 iPhone？ 现在国产安卓人均大底，人均4K 60，甚至还有120的，参数上按理说已经不成问题了。那到底问题在哪儿呢？这样，如果我不打名字的话，你分得出来里面哪一个是 iPhone 吗？答案呢是左边的，你猜对了吗？手机拍东西真的有太多东西可以聊了。其实就刚刚那一段看起来很正常的视频，也有巨大的差距。那我今天就拿比较注重拍照的3台新旗舰，咱们一起来找找理由。录不好真不是你的问题。不过首先我想夸夸安卓们，其实现在的国产安卓旗舰已经比几年前强很多很多了。4K 60帧的 HDR 视频人均标配，静态解析力跟 iPhone 有来有回。连取景框分辨率都和 iPhone 差不多。4K 60切换摄像头，多摄像头一致性优化。终于统一用上了波轮控制，而不是那个离谱的控制感。但别了，剩下的更是攻坚战。咱们先从一些最影响体验的来说说。首先，我要攻击一下防抖。在座的各位防抖都是乐色。还记得几年前安卓厂商们就已经在大吹超级防抖了，怎么现在还没做好吗？还真是。iPhone 防抖做的最强的地方就是它不完全防抖。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觉得自己的手机左右移动的时候总是黏糊糊的，有延迟，尤其是当 iPhone 加进来之后，这区别简直离谱。这不怪你，因为这就是电子防抖在起作用。如果手机上面粘一个加速度计，就能看到，其实我的手一直在抖。但手机就站出来了，帮你把它过滤成一条直线。但是静止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，要动起来的时候呢，手机脑子可能就转不过来了。你到底是手特别抖呢，还是故意的？是故意的。其实这里实际的表现还更加复杂，因为大家的预览和成片的防抖还不太一样。你看小米这预览框僵硬的晕头转向的，感觉像是在轻推 WSD， 但是看一眼成片，给你优化成摇杆了。而 OPPO 的预览框和成片都有种僵硬的感觉。而 vivo 就有点离谱了，它后期的防抖会大很多很多，甚至最夸张的时候，明明拍到了，进相册一看，又没拍到。这点综合起来，在拍鸟的时候就特别的明显，因为鸟的距离一般都比较远，但轨迹大概又可以预测。就比如说这个是小米的效果，其实已经挺稳的了，这个距离基本上你想拍，它也能在框里面。但 iPhone 简直像锁头了一样，甚至它还能中途换一只鸟追，最后还展示一波丝滑边角。它们组合起来形成的效果是这样的。别看它只是一个简单的防抖和变焦，难了各大旗舰多少年，甚至这还只是第一层。如果对比一下拍照模式和视频模式，就会发现 iPhone 的裁切其实是最少的。那我量了一下长边的宽度，来代表一下裁切，可以看到 iPhone 的裁切是最少的，基本上能保持90%左右的视野 ，OPPO 在80%左右。而 vivo 在60帧的时候会比30帧裁切更多。小伙伴们想录广的话，就得切到30帧喽。小米嘛，已经变成不广角了。这就造成大部分安卓旗舰的超广角录出来老不广的原因。不过小米呢有个解决办法，如果你想要录超广的视频，在拍照界面直接长按就不会裁切了。不过在深圳这种大火炉，很多时候都不是拍不拍的好的问题了。刻板印象里面，大夏天的时候我拿出来手机，它就是热的。连续拍一个4K 60，我从来都没有想象过，所以我就来压力测试看看，直接拿出来在太阳底下狠狠的录上25分钟。结果大家都撑住了，全程没有掉帧，这确实是有点意外啊。iPhone 最大的优势就是屏幕比别人亮，但还有一些小问题，估计很多小伙伴没有想到。刚才说的都是4K 60哈，但你的手机在不同的模式下的效果可能都不一样。我举个例子，这是 iPhone 的4K 30帧和4K 120帧的防抖效果，这是 vivo 在4K 30和4K 120的防抖效果。既然刚才说到镜头的一致性了，那咱也来看一下安卓们干的如何。其实做的也还不错 ，vivo 的表现尤其不错，色彩几乎没有什么区别，甚至比苹果的表现还要再好一点。而另外两家缩放的时候总有点卡卡的，如果能再短一点就好了。
其实手机录像的差距就是在那么一点点的小细节里面被逐渐拉开的。这次咱们篇幅有限，只能简单的聊一聊，还有太多的东西，比如安卓旗舰几乎每一代都会换传感器，甚至可能会降级，所以新机子效果不如旧机子的情况也经常发生。但安卓是不是就没活路了呢？倒是也有弯道超车的办法。果子不是吹电影模式吗？能自动识别主体，实时虚化。甚至在你拍完了之后，还可以在相册里面重新调整焦点，还能模仿电影里面慢慢变焦的效果。可能有很多小伙伴会以为苹果的电影模式是最强的 ，No， 你看看 vivo， 一样能够实时虚化，一样能在相册里面选择焦点。但比苹果更进一步的是 ，vivo 主摄和长焦都可以用，甚至虚化还能切换不同的光斑。美颜是 vivo 的基本盘，必须得用。相册里面还可以加暗角、造点、划痕、柔光。滤镜的调色更是一股电影味儿。更离谱的是什么呢？人和背景的颜色是可以分开调整的，这可以避免滤镜染色到脸上。我想说的其实是，安卓的优势其实就在于激进。苹果挤牙膏已经是公认的事实了，船大难掉头。无论软硬件，国产各大厂商都有能力做出更符合本土要求的风格，还可以把操作做得更加方便顺手。你看 iPhone 的这个相机控制，本来这个按键就有点傻了，结果设置里面相机里面有个相机控制，辅助功能里面也有一个相机控制，还有一个藏在显示与亮度里面，这你能受得了吗？我觉得只要基础功能不出大问题，持续优化，在原本就擅长的风格化、美颜，甚至一些更符合国人的场景化，比如之前 vivo 的舞台模式，可以提升舞台的录音录像效果。OPPO 有个烟花模式，压一点曝光，让烟花不要白花花的一片。小米也有一个大师开拍，可以配合可变光圈使用。就像现在的安卓拍照 ，vivo 拍人拍美食，小米街拍 ，OPPO 抓拍各有特色。那你想要你的手机有个什么模式呢？比如说来一个拍鸟模式，直接自动跟踪，怎么说？这些特殊的模式上面进行一些弯道超车也是非常可取的。反而如果非要跟苹果在 log 或者是专业视频里面硬刚，我觉得意义还不大。抓住用户的需求才是国产旗舰们最擅长做的事情。OK，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。如果这一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、3连关注哦，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那我是千里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